男主本是个探花郎，宿醉醒来竟在陛下怀里，那场面别提多尴尬了。本以为是个小插曲，没想到陛下对他偏爱有加，封官赏汤，还暗戳戳展开2年攻略大计呢。可男主这榆木脑袋，面对君王各种明示暗示，愣是不开窍呀。一会儿劝立后，一会儿瞎出主意，把君王气得够呛。咱就好奇了，男主到底啥时候能明白陛下的心意啊？这2人暧昧拉扯，感情走向迷雾重重，真的太抓眼球了。谁定了？在一个宿醉醒来的清晨，男主迷迷糊糊地发觉自己竟身处他人的怀抱之中。睡眼惺忪的他下意识地用手指按了按眼前的胸襟，心中暗忖这触感还挺有弹性。待缓过神来，他顿感大事不妙，自己不过是个探花郎，此刻却身处陛下的席上。当下也来不及细想，为了不惊醒旁人，他小心翼翼地准备开溜。然而站起身时，他却隐隐感觉身后似有一股力量拽着自己。低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衣服和他人的衣服紧紧系在了一起。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男主瞬间懵了，心中满是疑惑。他赶忙解开衣物，匆忙穿上衣服，套上鞋子。毕竟身为学识渊博之人，即便慌乱，临行前也不忘规规矩矩地行个礼。这时，张公公刚帮男主收拾好外套衣服，正准备和他打招呼，却不想把男主吓得落荒而逃。张公公在后面喊道：“您的衣服还没拿呀？”与此同时，陛下掀开床帘，吩咐张公公拟旨，说道：“昨日朕酒后累了，宋卿也勤勤恳恳陪朕饮酒，一不小心喝醉了，在宫中借宿了一晚。朕不允许传出任何有损宋探花清名的话，知道了吗？”逃出那尴尬境地的男主，一边拍打着自己的脸让自己清醒，一边努力回想昨夜究竟发生了何事。原来昨晚他与陛下把酒言欢，因自己的直言不讳颇得陛下赏识，陛下还让他畅所欲言，他便贪了几杯酒，之后便醉倒不省人事了。只是他心里清楚，自己以往醉酒时就有见啥报啥的毛病，不禁暗自揣测，昨夜莫不是也如此失态了吧？可具体情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回到家的男主没敢对爷爷多说昨晚发生的事，只是试探性的讲自己在酒桌上喝醉了，怕在陛下面前失了礼，影响陛下对自己的印象。爷爷却觉得既然能让男主留宿宫中，想来不会被怪罪，况且昨晚陛下还派人通知了家里呢。可男主心里依旧忐忑不安，毕竟若是说出实情，自己与陛下同床共枕，爷爷恐怕就不会这么想了。没过几日，或许是男主服侍的好，又加上是科举第3名，陛下特批封男主为起居郎。这消息传入男主耳中，他着实有些诧异。昨夜醉酒失了礼仪，不知后来发生了何事，如今不但没被怪罪，反而得了这么个职位。爷爷得知后十分高兴，直说这起居郎可是天子近臣，日后定有大作为，陛下这是真的器重他呀。得知这好消息后，男主便去给在天之灵的父母上炷香，想把喜讯传递过去。可他心里还是犯嘀咕，不明白陛下此举究竟何意。爷爷则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在宫中定要谨言慎行。宋家的兴衰可都系在他一人身上了。虽说陛下仁厚，但他也不能恃宠而骄，要时刻保持平常心，戒骄戒躁。男主表面上点头应着，心里却慌得很，暗自祈祷爹娘在天之灵能保佑陛下大人有大量，可千万别秋后算账啊。正紧张着，男主突然发现自己的荷包不见了，心里想着难道是落在宫里了。眼瞅着就要进宫上班了，丫鬟在帮他收拾衣物用品时，妹妹瞧见了，疑惑地问为啥还要戴止痒膏，宫内不是有人驱蚊虫吗？丫鬟解释说是看到少爷脖子上有几处红块，看着像是被虫子叮咬的，所以才备着。哥哥这就要进宫了，妹妹心里满是不舍，担心地问起居郎是不是每天都忙着记录，晚上也不能歇着呀，以后还能不能回来呢？毕竟哥哥昨夜就没回家呀。丫鬟也跟着疑惑，昨日还没当上起居郎呢，怎么就没回来呢？男主在一旁听着他俩的对话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妹妹脑筋一转，觉得肯定是哥哥和陛下初次见面，相谈甚欢，一时忘了时间。丫鬟却不这么认为，觉得陛下和常人可不一样呢。妹妹却反驳说，古往今来，陛下与大臣相处融洽的事儿可不少，有的睡在君的膝上，有的还同床共枕，还有的一起吃饭一起外出呢，各式各样的都有。男主听着妹妹这话，不禁联想到自己在席上对陛下做的那些事，赶忙打断妹妹，说道：“你上次藏在书柜里的那几本书，我没收了，小孩子家的少看那些。”妹妹一听，立马就哭了，那可是她的精神食粮呀，苦苦哀求着哥哥不要收走。可男主态度坚决，妹妹没办法，只好小声嘀咕着等过阵子哥哥忘了，再偷偷拿回来。进宫之后，男主在工作时，君王竟直勾勾地盯着他看，而男主一心扑在工作上，认真勤恳地记录着。过了会儿，男主觉得气氛有些异样，偷偷揉了揉眼睛，假装不经意地偷瞄了君王一眼，这才发现君王一直在盯着自己呢，吓得他瞬间僵住了，一时间都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场面一度陷入尴尬的沉默之中。男主心想，
这么僵持着也不是办法，得打破这僵局呀。琢磨着要不趁机向君王申请外放，想着或许过上1年半载，君王就能把那晚的事儿给忘了呢。于是他鼓起勇气说道：“君王，臣有话想说，不知该不该说。”君王却没给他机会，直接回道：“那就别说。”随后两人只聊起了地方的治水方案。男主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的，心里想着君王这会儿看起来好像没计较那晚的事，说不定真的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呢，说不定自己醉酒后也没出啥丑呢。事情谈完，男主便告退了，君王却一脸依依不舍地盯着他的背影，手里还握着男主的荷包，犹豫着没能说出把荷包还给他的话。男主回去后困意十足，上班可真是累啊。昨晚又因为想那些事儿失了眠，还拿了些有意思的书籍看到天亮。而君王那边呢，其实早就看透了男主的状态，便命张公公送参汤给男主补补身子，说是君王赏赐的，养好精神才能更好的在君王跟前任职呀。男主见此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么一来，男主又觉得似乎没必要申请外调了，毕竟身为天子近臣，起点确实高，日后说不定就能平步青云，也好振兴宋家呢。想到这儿，他顺便问起张公公有没有捡到他的荷包。张公公表示不知道，男主只好谢过公公，心里却还在纳闷自己的荷包到底去哪儿了呢。其实呀，这荷包对君王来说可是个念想，每次看到它，君王就会想起那晚的事儿。那晚男主喝醉了，嘴里嘟囔着胡话，还一个劲儿的对君王动手动脚，又是推搡又是靠在君王身上的，嘴里还说着些情话，全然没了清醒时的防备和忐忑。君王抱着醉醺醺的男主，心里满是欢喜。一旁的张公公见状，知道君王素来讨厌旁人亲近，便赶忙询问是否需要帮忙把探花郎扶到一旁，却被君王拒绝了，反而抱得更紧了，眼神里透着生怕别人把男主抢走的意味。随后更是直接公主抱起男主往房中走去，将男主轻轻放在床上后，君王看着他熟睡的脸庞，心里竟涌起一股想偷亲他的冲动，暗自想着这磨人的小妖精可算是睡下了。接着君王又好奇起男主胸前是否有什么印记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咽了咽口水，伸手去查看。待看到那4层相识的印记后，不禁喃喃自语道：“果然是你啊！”就在这时，男主突然转头面向君王，嘴里嘀咕着说起了梦话：“我终于考上探花了。人们都说人生最得意的事就是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如今我已金榜题名，终于可以操心下一件事了。”君王一听，瞬间明白这小子开始惦记着洞房花烛夜的事儿了，心里一动，想着那便让你好事成双吧。于是君王把自己的衣服和男主的衣服系在了一起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戏子之衣，定子终生，佳丽出城，白首永结。”然后在男主的额头上轻轻一吻，算是一吻定情了。而男主还在说着梦话，嘿嘿笑着，嘟囔着“我娶了媳妇”，之后便彻底没了动静，沉沉睡去了。恰在此时，张公公前来上报朝廷之事，打断了君王脑海中那些缠缠绵绵的思绪。原来呀，君王暗中派人调查了与男主有关的所有事儿，大到平日里的形事，小到吃啥喝啥，甚至连星座喜好这些都摸得一清二楚。君王一边看着这些调查来的信息，一边捏着男主的荷包，心里突然冒出个念头：这荷包不会是他心上人的送的吧？张公公也挺疑惑，这2日君王总荷包不离手，今儿怎么就搁一边了呢？为了弄清楚男主心里到底有没有心上人，君王便打算让白鹿再好好查查男主这一世的感情状况了。打那之后，每回想起醉酒时的事儿，男主在君王面前就总是刻意保持着距离，畏畏缩缩的不敢靠近。有一回，君王突然停下脚步，男主立马警觉起来。君王见状，直截了当地戳破了他的心思，说道：“朕看你对朕似乎有畏惧之意，朕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有这么恐怖吗？”男主赶忙解释道：“陛下蛟龙的文采，凤凰的姿容，玉树临风，这般美男子丝毫不恐怖呀。”说着，君王慢慢走向男主，又问道：“那这么说你很勇啊？听你这意思，是朕凶神恶煞，才让你保持距离不敢靠近我？”男主为了避免误会，连忙说道：“陛下宽厚仁慈，又能很好的听取臣下的治水建议，臣喜欢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害怕呢？”君王听了这话，嘴角一勾，伸出那白皙细嫩的小手，暗示男主再靠近些，说道：“那你就跟上来呀。”男主却犹豫了，心里犯嘀咕：这是让我靠近呢，还是让我牵他的手呀？君王见他优柔寡断的样子，噗呲一笑，打趣道：“那晚与朕有话直说，不藏着掖着的探花郎去哪了呢？”男主心里懊恼自己这莽撞的行为，赶忙道歉，还思来想去的说自己可能胜任不了起居郎这职位。正想提出辞去这职位时，君王却咄咄逼人的追问：“你是不敢呢，还是不愿呢？爱卿若是为了那日之事而畏畏缩缩，那大可不必。卿的真性情，朕是真的喜欢，又怎会怪罪呢？”
男主心里还是纠结呀，他知道自己醉酒后保不准做了啥出格的事儿，可听君王这么说，又想着或许那晚自己真没干啥呢。纠结了一番后，男主心中有了决定，说道：“虽说陛下不计较，可臣心里还是过意不去啊。毕竟这也是关乎礼仪的事儿，不过是区区小节，陛下不在意，臣却不能心安理得。您如今说不怪罪，可臣若继续留在这职位上，心里总归是有疙瘩的。”君王一听，顿时想起男主家离宫远，便打算命人在宫内给男主安排一处住处。男主当场愣住了，没想到君王会这么安排，犹豫了一下，也只好谢主隆恩了。住进宫中后，男主倒也没多想，只觉得这肯定是君王有别的打算，便一股脑儿地扑到床上。哪晓得一旁的香炉到了时辰自动点了起来，宫中的这些巧事儿他哪能料到呀？不一会儿，那香炉散发的香气就让他越来越困，手里拿着的那本有意思的书都掉到地上了，他也彻底睡了过去。这时君王走了进来，捡起地上的书，看着熟睡的男主，忍不住调侃道：“哎呦呦，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呀，看些这么有意思的东西呢。”说着，君王轻抚着男主的脸颊，目光又落到那若隐若现的印记上，心里想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真正从了自己啊。结果第二天上朝，大臣们开始七嘴八舌地劝君王赶紧找个皇后结婚生子，好安定民心，宽慰太后。男主在一旁听着，心里直犯嘀咕：好家伙，大伙这也太着急了吧，都替君王操心这事儿呢。君王一听就不乐意了，一脸不爽，心里想着自己早就有了心上人，哪能随便立后呀，当场就退朝了。正认真记录着的男主这才回过神来，发现君王已经走了，赶忙收拾东西也跟着退下了。到了晚间，君王打算出宫逛街，男主赶忙劝阻，说道：“今晚乃是元灯会，人多口杂的，陛下三思呀。”君王却不耐烦了，大声回道：“三思啥呀？亲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？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干涉朕的呀？”男主赶忙回道：“那自然是以臣子的身份呀。”君王哼了一声，慢慢走向男主，一把抽走他手中的记事本，说道：“若是只是臣子，那就给我闭嘴，换身衣服随朕出宫，今日就不用记了。”没办法，男主只好跟着君王出了宫，在外头当起了保镖。走着走着，君王瞧见有卖汤圆的，便买了一碗，吃了几口后，心疼起男主来，便把汤圆让给了他。这大冷天的，能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汤圆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男主便恭敬不如从命地接过来吃了起来。哪晓得他吃的急了些，嘴边沾了不少汤圆馅。君王见状，下意识地想伸手帮他擦去，刚伸出手又意识到不妥，手在空中顿了一下，还是缩了回去。这举动可把男主吓得不轻，赶忙往后退了几步，一脸惊恐地看着君王，也不知道他这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呢。君王看着男主的反应，心里有些伤感，想着这外头热热闹闹，其乐融融的，可自己在宫中连吃碗汤圆都难得清静。男主这才反应过来，没想到君王竟是为了这点事儿不开心呢。吃完汤圆，君王对男主说：“吃完了陪我走走吧。”两人便来到一座桥上，君王问起男主对今日朝中大臣争执立后之事的看法。男主思索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臣觉得大臣们说的也并非没道理，陛下您肩负着江山社稷，早日成婚生子也是为了传宗接代，安定国本呀。”君王听了这话，失望地看着他，问道：“所以你也觉得朕应该做一个贤明的君王，听从他们的建议去相亲，然后娶个皇后，是吗？”男主点点头，回道：“是的呀，大家都是这么希望的，众臣所盼嘛。陛下您身上责任重大，应当考虑这些的。”君王听了男主这话，心里更不是滋味了，直截了当地问道：“那若朕执意不选后，不纳妃，你是会同朝臣们联合起来逼朕，还是站在朕这一边呢？”男主愣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您身上肩负重任，应当听从他人建议，按规矩行事呀，这样才能让江山稳固嘛。”君王一听，顿时火了，说道：“亲啊，你始终是这个想法，就只会拿这些话来答复朕。既然如此，这起居郎你也不必做下去了，朕准你辞官，许你外放。”男主一听就慌了，心里直纳闷，自己这又是说错啥了呀？赶忙说道：“陛下，臣这是哪里做错了呀？臣只是想着江山社稷，没别的意思呀。陛下您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臣确实没站在您的角度多想想，是臣考虑不周了，还请陛下恕罪啊。”可君王这会儿正在气头上，也没理会他，甩袖就走了，只留下男主在原地懊恼不已，心里想着这下可把君王得罪狠了。君王和男主偷偷出宫这事，终究没能瞒住太后。太后得知后，早已等候多时，见着他俩回宫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怒斥道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自出宫！这要是出了事儿，谁来担这个责任？”说完，便命人将男主给绑了起来，还让人准备赏男主20大板。君王见状，赶忙阻拦，大声说道：“谁敢动朕的人，给我试试看！”太后冷哼一声，把矛头指向男主，
质问道：“探花郎，你说说哀家该不该罚你？你身为臣子，却没恪尽职守，这难道不该罚吗？”男主心里明白自己确实理亏，只好回道：“臣没有恪尽职守，是该当罚。”太后一听，看向君王，说道：“陛下，你听听，探花郎自己都承认该罚了，哀家这可没冤枉他吧？”这下君王也没了办法，毕竟太后说的在理啊，可眼睁睁看着男主挨打，那心里别提多难受了。这20大板打在男主身上，却痛在君王的心上呀。好不容易打完了，君王赶忙让人停手，心疼的看着被打得虚脱的男主，又招来御医。而男主呢，即便被打得这么惨，还不忘谢太后赏赐，这可把君王给气坏了，心里对太后也有了埋怨。那一晚，男主所受的疼痛让他也跟着彻夜难眠，心疼不已的他守在男主身边为其擦汗，可这举动却把男主吓得不轻。男主强忍着痛，还维持着标准的姿态回应君王，赶忙说道：“陛下深夜还留在臣身边为臣擦汗，这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呀，要是被太后知晓了，肯定又要责罚臣了。况且家中祖父还盼着臣能振兴宋家呢。”君王听了这话，不禁对眼前的一切失望至极，感觉大家都只想着让他遵从旨意，难不成自己和太后之间就只剩下这4个字了吗？他不过是想做回自己，难道这也有错？这时，男主说起了自己的过往，试图以母亲曾对自己的严厉来感化君王，想让他心里好受些。可君王深知太后并非自己生母，自己从未真正感受过母爱，虽说也曾尝试去亲近太后，可一切照旧，那母爱终究是遥不可及。君王叹了口气，对男主说道：“今日这事，朕算是看透了，只是到底还是连累了你。往后啊，朕会遵从太后的旨意，你就安心养伤吧。这几日朕便不来打扰你了。”看着君王离去的背影，如此懂事的他，反倒让男主陷入了两难的境地，心里越发心疼君王的难处，只是一时也拿不准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做才好。被打了20大板的男主，经过这几日的调养，身子已然痊愈了。即便遭了这罪，他心里还惦记着治水的事儿，闲暇时就在琢磨相关方案。这天，太后身边的奴婢来到男主这儿，说明了来意，原来是想让男主把君王的行为举止、兴趣爱好等记录得更详尽些。只因于家小姐过不了多久就要进宫了，这么做是为了能让于小姐多了解君王，好拉近彼此的距离。男主一听，当即就拒绝了，说道：“娘娘所言，恕难从命呀。臣身为起居郎，职责所在是记录陛下的起居事宜，可没这义务去记别的事儿呀。”奴婢接着说道：“陛下已然长大，是该成婚了，国不可一日无后。太后为陛下的终身大事日夜忧心，这臣也明白。可这毕竟关乎江山社稷，是大事呀。”说完，男主便选择性的沉默了，心想着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起居郎，可管不了这么多呢。那奴婢见男主这般油盐不进的模样，心里暗自着急，眼珠一转，便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，朝着男主抛出了橄榄枝，诱惑道：“难道你就不想振兴你们宋家了吗？只要你应下此事，日后宋家在这朝堂之上，必定能更上一层楼呀。”男主一听这话，心里顿时明白了过来，心说这是拿自己当工具人呢，纯粹就是想借着自己来替太后排忧解难呀，哪有什么真心为自己、为宋家考虑的意思呀？他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，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君王平日里的模样。陛下心心念念地想着如何去亲近太后，可太后却始终没能给予他半分母爱。这么一对比，越发觉得君王实在是太过可怜了。殊不知呀，就在他们交谈这会儿，君王恰巧就在一墙之隔的地方，将他们的对话听得是一清二楚呢。男主思索再三，最终还是给出了一个无比坚定的回答：“我身为陛下的忠实臣子，又是陛下的起居郎，自然是一切都要以陛下的旨意为准绳呀。若陛下觉得臣可以去做这事儿，那臣定当全力以赴，担起这份责任，绝不含糊。可要是陛下觉得此举不妥，那即便把臣辞去，臣也绝无怨言，心甘情愿接受。所以呀，不管您说什么，哪怕是太后的旨意，在臣这儿，也唯有陛下的话才是最重要的。臣会一直忠心耿耿地效忠于陛下，绝无二话。”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，可把那奴婢吓得不轻，一时之间竟愣在了原地，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才好了。而躲在后面的君王听了，心里那叫一个高兴呀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起来，暗暗想着：他果然还是向着我的呀，这下可算是懂我了呢，不枉我平日里对他这般看重呀。这天，君王前来探望男主，瞧见他又在对着那治水方案冥思苦想的模样，便打趣道：“让你费心了呀，这身子还没好利索呢，就又惦记着这些事儿了。”男主赶忙回道：“哪里的话呀，陛下，这本就是臣该做的事儿呀。若这治水的方案日后能被采用，真的能为这天下的水利治理起到作用，那对臣来说可也是莫大的荣幸呀。”君王听了，看着男主那一脸认真、信誓旦旦的模样，男主反倒有些慌了神，心里直犯嘀咕，暗自想着自己刚刚那番话是不是说的太强硬了些呀？
会不会让君王心里不高兴了呢？可话一出口，这会儿也收不回来了，只能忐忑不安地等着君王的反应。君王倒也没说什么，只是伸手拿过了男主手中的方案，一边看着，一边安排身边的侍从去查看一下这方案是否切实可行。随后，君王抬起头看着男主，目光中透着几分探究，轻声问道：“朕瞧你刚刚那副样子，像是有话想同朕说呀，可有什么事儿？不妨直说便是。”男主见君王这么问，心里一紧，赶忙应道：“陛下明察，臣确实有些心里话，想同陛下倾诉一番。”接着便一脸诚恳地为自己之前的行为道起歉来，说道：“陛下呀，臣之前着实是糊涂了，没分清到底该忠于那有着至高无上权势的君王之位，还是该忠于眼前这个有血有肉、有着真实灵魂的陛下您呀。如今经过这些事儿，臣算是彻底豁然开朗了。臣要忠于的就是眼前的陛下您呀，臣愿为您排忧解难，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，臣都会勇往直前，拼尽全力为您扫平前路的阻碍，指望陛下能再给臣一个机会。往后若臣再有什么做得不妥的地方，还请陛下您及时提点臣呀，臣定当铭记在心，绝不再犯。”君王听了男主这番肺腑之言，心里很是欣慰，赶忙上前扶起男主，眼中满是动容之色，说道：“朕不需要你为朕做这些，只要你能坚定不移地追随朕的脚步，那对朕来说便已然足够了呀。可这眼下呀，于姑娘即将进宫的事儿，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君王心头。他心里想着让男主帮忙出面挡一挡，替自己分忧解难，可又一想到男主打小就没怎么见过女孩子，在这方面单纯得很，让他去应对于姑娘，还真是有些为难他了呀。思来想去，君王便决定先躲起来，看看情况再说。于是便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，只留男主一人在那棋房中。不多会儿呀，于姑娘便来到了棋房，进门瞧见男主正坐在那儿静静地看书，便微微欠身，轻声说道：“这位大人，今日我阅读《昭女传》，书中有几处疑惑不解，本想求陛下为我解惑，只是今日前来，恰好陛下不在此处，不知大人您可否愿意教教我呀？”男主一听，顿时就慌了神，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似的，扑通扑通直跳，紧张的额头上都冒出了细密的汗珠，可又实在不好拒绝，只好硬着头皮应了下来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啊，这个，那好吧。”于姑娘但说无妨，臣尽力而为。躲在一旁的君王把他俩的一举一动可都看在了眼里，见于姑娘越靠越近，心里那股醋意就像被点燃的火药桶一般，噌的一下就冒了出来，暗自思忖着：这男主向来没怎么接触过女孩子，该不会就这么被于姑娘给吸引住了吧？那可如何是好呀？男主也察觉到了气氛愈发的不对劲，心里越发紧张起来，连连咳嗽了几声，想以此暗示君王自己此刻的窘迫与无奈，盼着君王能出来帮自己解解围。君王见状，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醋意，直接从藏身之处现身出来，看着于姑娘，语气中透着几分疏离，说道：“于姑娘这般好学，回府后朕为你请一名女夫子可好啊？想必有了女夫子的教导，姑娘的学问定能更上一层楼呀。”于姑娘一听，立马就明白了陛下这话里的意思，知道自己这是不受待见了呀，心里虽有些失落，但也很是识趣，赶忙回道：“臣女今日来，本就是奉姑母之命，见姑母在宫中烦闷，想着来求陛下解惑，也好让姑母能宽宽心。如今疑惑已然解开，那臣女便先行告退了。多谢陛下关心，也多谢大人费心了。”其实呀，于姑娘对这事儿倒也看得挺开的，她心里明白得很，陛下愿不愿意让于家的姑娘入主后宫，和自己长得好不好看，有没有才学，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这皇家的婚姻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呀？就连身边的丫鬟看着这情形，也觉得挺无奈的，只是也没办法改变什么。不过呀，于姑娘倒是对陛下身边的这位小郎君挺感兴趣的，就刚刚跟他多说了2句话，自己便局促的不行，那紧张又害羞的模样，连他自己都觉得挺新奇的呢。而陛下刚刚那护着男主的样子，也让他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心想着这2人之间的相处还真是有些特别呢。待于姑娘走后，君王忍不住好奇地问男主：“于家姑娘你觉得怎么样呀？名门出身，看着也是颇有淑女风范，确实是个不错的女子呢。”男主思索了一下，斟酌着用词回道：“陛下，于姑娘确实是个不错的人呀，出身名门，举止端庄，又是太后娘娘的亲侄女，不管从哪方面来看，都算是无可挑剔了。按说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呢。”君王听了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他本就不想娶于姑娘呀，虽说太后当年也是这般出身，可皇家的婚姻又有多少是有真感情的呢？他可不想自己的妻子像太后那样，一辈子活得就像个身份象征，如同一个冰冷的符号一般，没有半分属于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呀。男主不太能理解君王此刻的心思，只是单纯的觉得或许这就是身处皇家的无奈吧。毕竟这婚姻之事牵扯到的可不仅仅是2个人的感情，更多的是朝堂与家族之间的利益纠葛呀。
他还是盼着君王能尽早成婚生子，这样也好在朝中更好的施展自己的抱负。毕竟对很多人来说，哪怕没有感情，能有机会给家族带来荣耀，那也是值得去争取的呀。君王听了男主这话，慢慢的朝着他走近了几步，眼神里透着几分深意，仿佛在向他传递着什么重要的信息，又像是在向他宣示主权似的，轻声说道：“朕想要的是那个能懂朕心意，明白朕心事，与朕情投意合，能相伴一生的人呀。在这人还没出现之前，朕不想立后。至于妃嫔，朕也只想给那个对的人独一无二的宠爱，能真正助朕一臂之力的人呀。”男主听了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才好，只是默默地站在那儿。话说这君王呀，心里头暗暗下了个决心，竟打算用2年的时间来攻略男主呢。原来呀，君王向男主袒露了心声，他心里明白得很，自己要是一直这么拖着，朝臣们肯定不会答应，迟早要逼着他成婚立后的。可他又实在不想随便找个人将就过日子呀，于是他便跟男主交底，说就以2年为期，要是这2年里还没遇到那个真正合适的，能与自己心意相通的人，那他也只能顺着朝臣们的意思，去选个合适的女子成婚了。男主听了，想着既然君王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自己哪有不帮忙的道理啊，便一脸坚定地应道：“臣必定尽力而为，定当全力协助陛下，只愿陛下能得偿所愿，寻的那心仪之人呀。”君王听了男主这话，心里很是感动，又接着对男主说道：“朕不需要你在那些朝堂政事上帮忙出谋划策，那些事儿朕自会处理妥当。朕只希望呀，在必要的时候，你能替朕周旋，帮朕分担些烦恼，那就够了呀。”心情大好的君王一时兴起，便想着练字，也好放松心情。他走到书桌前，刚要拿起笔准备下笔之时，却瞧见一旁的男主正盯着记事本，又在那儿一丝不苟地记录自己的事儿了呢。君王见状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伸手一把夺过了记事本，笑着对男主说道：“青青呀，虽说你是起居郎，可也不能啥事儿都记啊，你得学会分清什么事儿该记，什么事儿不该记，什么时候该以起居郎的身份去记录，什么时候又该作为朕的亲信，不用那么刻板的记录了呀。这其中的分寸，你可得好好琢磨琢磨，好好了解了解呀。”男主听了，先是一愣，随后才反应过来，心里还有些小惊喜，原来自己还能成为陛下的亲信呢，这可是之前从未想过的事儿呀。这时，君王像是变戏法似的，从怀里拿出了私下记录着有关他事儿的2页纸，一脸郑重地递给了男主，说道：“这就当作是定情信物吧。若是往后朕找到了那个心仪之人，你就替朕拿给他看；要是没找到，那你就替朕好好收着，就当是朕的一场痴心妄想吧，也算是留个念想了。”男主一脸正经地接过那2页纸，心里还单纯地盼着君王能早日找到心仪的姑娘呢。哪晓得往后这2年，可就成了君王对他展开热烈攻略的日子了呀。只是他这会儿还浑然未觉呢。没过多久呀，君王就给男主交代了一个任务，让他去婉拒于姑娘。这可把男主给难住了呀。他一听这话，吓得心里直打鼓。毕竟他长这么大，都没见过几个女孩子，平时和女孩子说句话都紧张的不行，更别说去婉拒人家了。这可真是赶鸭子上架，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呀。可这又是君王交代的事儿，又不能不办，他心里直发愁，坐在那儿苦思冥想，也想不出个合适的办法来。这男主也是个实在人，为了给君王出谋划策，这段时间可没少费心思，累得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。这天竟直接累得睡过去了。君王过来瞧见，心里满是心疼，便轻轻地走到他身边，小心翼翼地给他披上了衣服，生怕吵醒了他。可这细微的动静还是把男主给惊醒了。男主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瞧见是君王，赶忙坐起身来，说道：“陛下，您来了呀。”君王见他醒了，便说道：“朕托你办这私事，自然是要私下跟你好好商量商量。宋清呀，你可有什么思路了没？”男主揉了揉眼睛，强打起精神，思索了一番，想出了几个办法，说道：“陛下，臣觉得吧，要么让于姑娘等您2年，等您确定了心意再说；要么咱们想办法散播些流言，让于姑娘知难而退。哦，对了，臣从妹妹那儿得知了于家的一些情况，于家表面看着风光无限，实则财物都快亏空了，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，臣还挺纳闷的呢。”君王听了，心里暗暗吃惊，没想到男主连这等事儿都能打听到。自己虽说知道于家在宫中赏赐不断，可那些东西又不能变卖，他们为了撑面子，花钱大手大脚的，又不善于经营。太后又一向不喜欢铺张浪费之事，对这些管得可严了，就连太后都不清楚于家的真实财务状况呢。男主一开始可没想到啊，这君王虽说身居宫中，可对外面的事儿知道的还不少呢。就冲这点，男主对君王的好感那是蹭蹭往上涨，又多了几分。嘿，巧了，君王这边也挺意外的，没想到男主居然也能知晓那些消息呢。可男主这人吧，脑回路也是够奇特的，说着说着就又绕回到老话题上了。
一个劲儿的劝君王多去见见那些名门淑女，好给自己找个备胎啥的。君王心里那叫一个无奈呀，心想着我都这心思了，你还不明白呢？我早就不需要什么备胎了呀，就盼着你这只小兔子能自己乖乖跳进我这温柔陷阱里呢。男主呢，又想起君王那一手好书法，还傻乎乎的琢磨着，说不定能用这个吸引来那些喜欢诗书、有文化气息的姑娘呢。君王一听，心里暗喜，哟，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就看你这榆木脑袋能不能开窍，入我的套了呀。可男主压根没领会这深层意思呀，还在那儿一本正经的说着，把君王给气得够呛，直骂他不开窍呢。这君王也是个不肯轻易认输的主儿呀，接着就开始火力全开，对男主展开了猛烈攻势。他把自己心里喜欢的人的模样，那是描述的绘声绘色的，什么长相的清秀了，要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，那眼睛得像翡翠似的绿瞳，喝酒一沾就醉，性格有时候被动的像个小绵羊，可有时候又觉得跟头驴似的，八头牛都拉不回来，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缩回去，还得从小是爷爷抚养长大，心里成天惦记着怎么为国尽忠，就连吃糕点的时候都不忘书写，最好皮肤也是又嫩又滑又香又甜的。男主听完心里直发慌，寻思着陛下咋对我这么了解呀？难不成是上次我送折子顺带送的糕点屑暴露了啥？君王呢就直勾勾地盯着男主，那眼神仿佛要把男主看穿了似的，心里想着我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你咋还跟个木头似的呢？非得我把话挑明了不成呀？男主倒好，还以为君王这是在调戏他，跟他开玩笑呢，赶忙说陛下呀，是臣太唐突了，您可别拿臣打趣了呀。君王那叫一个生无可恋呀，心说我这暗示都快成明示了，你咋还不明白呢？非得我把话全捅破了呀？君王一听心里暗喜，走上前托起男主那精致的下巴，慢慢靠近他，闻着他头发的香气，两人鼻尖碰在一起，温度蹭蹭往上升。说到这探花郎，男主自己呢，看着那本喜宴玄谈看得正入神呢，结果翻到后面，那内容吓得他直接把书都给甩出去了，映入眼帘的全是些让人面红耳赤的插画呀。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妹妹爱看这本书是因为这些个内容呢，心里想着下回回家可得把这书收起来，可不能让妹妹再看了。结果呀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男主就做了个梦，那梦可太荒唐了，梦到自己和君王之间发生了些不可描述的事儿呢。男主一下子就从梦里惊醒了，心里直念道，这可不行啊，咋会做这么离谱的梦呢？从那之后呀，他心里就跟揣了只小兔子似的，七上八下的，老是把梦里的事儿和白天君王说的那些话联想到一块儿去。隔天，男主急急忙忙往家赶，一到家就瞧见妹妹正美滋滋地捧着那本喜宴玄谈，看的那叫一个满足呢。男主气不打一处来，上去就把书给夺了过来，说：“你这小孩子家家的，看的都是些啥呀？这种书以后不许再看了。”妹妹哪肯呀，反驳道：“哥哥你不懂，这书里讲的可是超脱性别、勇于突破世俗的爱情呢，那种情不自禁的感觉，多让人怦然心动呀。”男主一听，当场翻开那页，对道：“你说的是这种吸引吗？你就是缠人家身子。”这一下把妹妹说的哑口无言，当场就想溜之大吉。可男主哪能轻易放过她呀？一眼就看穿了妹妹的小心思，吓唬道：“这阵子我不在家，看来是对你疏于管教了呀，要不要我带你去爷爷那说说呀？”妹妹一听，吓得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，边哭边说：“哥哥我错了，我不敢了。”然后灵机一动，喊了句：“哥哥你看，背后有人。”男主下意识一转头，妹妹趁机抢过书，撒腿就跑，边跑还边想：只要把证据消灭得快，麻烦就追不上我了，嘿嘿。可谁能料到呀，妹妹刚跑没多远，就被眼前的人给拦住了。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君王呀！这下可好，妹妹被夹在男主和君王中间，那场面别提多尴尬了。男主看着君王，脑子里一直回荡着君王之前说的那些超凡脱俗的话，心里直犯嘀咕：我这是要开窍了吗？这时候爷爷过来了，一看这情况，也不好意思打扰，就先行告退了。男主呢，就请君王参观自己家，结果呀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君王居然趁着这个机会，直接给男主来了个壁咚，把男主吓得不轻呀。原来呀，自从上次做了那个梦之后，男主心里就一直有个疙瘩，老是刻意躲着君王，这会儿被这么一壁咚，心里那叫一个慌乱，只能装疯卖傻的说：“臣，避您了吗？这肯定是陛下您的错觉呀。”君王呢，也不管男主那副慌张的样子，还提出要给男主的父母上炷香。男主心里就泛起了嘀咕：这正常的君王哪会到臣子家里拜祭爹娘呀？难道君王对我真的有意思？这么一想，男主心里那道防线又悄悄筑起来了。等君王走了之后，他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搞清楚那天自己醉酒之后到底干了啥事儿。所以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他一直和君王保持着距离呢。
可君王这边呀，那是藏不住心思了，直接对男主表白了。你既然知道了朕的心思，朕也不藏着掖着了。我的确心悦于你呀，不光想重用你，更想宠幸你呢。你就是我在这深宫里唯一的光呀，你知道吗？男主一听，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赶忙说：陛下，您可得自重呀，要是被别人瞧见了，那不得传出一堆闲言碎语啊。君王一听就不乐意了，步步紧逼地说：你说自重就自重呀，要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你又能怎样呢？男主也急了，认真地说：若是如此，那还望陛下准允臣辞官离去，宋家的清誉可不能毁在臣的手上呀。君王哼了一声，反问道：即便如此，你就不怕我迁怒宋家吗？或者用权势压着你，逼你就范呢？男主心里虽然觉得君王不会这么做，可他自己确实不知道那天醉酒后到底做了啥呀。这时候君王就开始反客为主了，坏笑着说：明明就是你对朕有别样的心思呀。男主一下子就懵了，瞪大了眼睛说：什么情况呀？臣什么时候这样过了呀？君王呢，慢慢靠近男主，压低声音，轻声细语地说：明明那晚你抱着朕不撒手，还把荷包给了朕，说是要和朕互换姓物呢。你看看我这衣服还和你的系在一起呢。男主看着那系在一起的衣服，心里直发慌，可还是不敢相信自己醉酒后会做出那样的事儿呀。君王见状，又接着忽悠他：你要是还不信呀，你可以回家去翻翻衣物，说不定就能找到咱们互换的信物呢。男主一听，心态瞬间就崩了呀。君王看着他那副模样，得意地笑了起来，心里想着：哼，我这演技不去拿个奥斯卡影帝都可惜了呢。然后呀，君王还没完没了的添油加醋，说什么自己这段时间因为这事儿辗转反侧，老是反问自己为啥会对男主有这样的想法，又纠结应不应该顺着男主的意思呢。说的那叫一个深情款款，把男主吓得不轻呀。男主都快哭出来了，还想着逃跑呢，结果一用力往后退，系着的衣服突然就解开了，整个人往后倒去。君王那可是眼疾手快呀，趁机搂住了男主的腰，稳住了他，还假装委屈地说：是你招惹朕的，你这下可让朕如何是好呀？男主虽然知道君王这可能是动了真情，可还是希望他别误会了，赶忙解释说：臣真的不记得那晚的事儿了，臣那晚到底做了啥让您误会的事呀？还望陛下您可千万别当真呀。君王一听就不干了，说：你让我不当真，那怎么可能呀？要是我已经当真了，你说咋办？你负责吗？男主那叫一个头大呀，只能又搬出那些什么江山社稷、以事业为重之类的话来推脱，说自己不能毁了君王传宗接代、稳固江山的大事儿呀，苦苦恳求君王放过自己，让他远离御前。可君王哪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呀？冷笑着说：哼，功名可是你自己挣来的，这样你这官有啥用呀？要是朕把你辞了，老百姓得怎么看朕，又得怎么看你啊？而且朕哪舍得因为自己这控制不住的感情就迁怒于你呢？你就别想跑了。男主这下彻底懵了，心里想着，这意思就是我无处可逃了呗，这可咋整呀？君王看着男主那副纠结又无奈的样子，心里别提多得意了，把男主拿捏得死死的之后，就撂下句话：卿卿不急不急，你回去好好想想吧，是愿意常伴君侧，给朕当禁卫，帮朕正衣冠呢，还是就为了避开朕，非要辞官远离御前呀？不管你怎么选，朕都答应你。不过你要是选了离开，那你可就成了朕心里永远够不着的白月光了呀。要是哪天朕急了，可不敢保证自己会做出啥事儿来哦。说完，君王就潇洒的走了，留下男主一个人在那儿发呆，心里那叫一个五味杂陈呀。男主想来想去，觉得既然这事儿因自己而起，那也只能担起责任了。可他心里还是想搞清楚醉酒那晚到底发生了啥呀。于是回到家，一咬牙一跺脚，决定让自己再醉一回，还让婢女明争在旁边记录自己的行为举止，想着还原一下那晚的现场呢。嘿，您猜怎么着？这一醉呀，可就闹出了不少事儿呢。男主喝了点酒之后，整个人就晕晕乎乎的，手里还握着和君王互换的发簪，嘴里嘟囔着要把簪子物归原主，摇摇晃晃的就往外走。走着走着，也不知道怎么就绕到了大厅里。巧了，这时候君王正好就在大厅里守株待兔呢。婢女明争一看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想着：哎呀，君王怎么这时候出现了呀？少爷这会儿醉成这样，可控制不住自己了呀。要是把少爷拉走，会不会坏了待客之道呢？可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就见男主那叫一个主动呀，上去一把就抓住了君王的手，把发簪递过去，还迷迷糊糊地说：娜娜，你的还给你，那我的信物啥时候还给我呀？君王这时候也有点懵，不知道男主到底醉到啥程度了呀，就没说话。男主一看君王杵在那儿不还信物，那可急了，直接上手就在君王身上东摸西摸的，嘴里还念叨着：你不还我，那我就自己找呗。把一旁的明争看得那叫一个尴尬，又没办法，只能老老实实把这一幕给记下来。君王见状，赶忙说：我送出去的，哪有归还的道理啊？不行不行，你喝醉了，朕扶你回去吧，你这婢女也跟着进来吧。说着
就把男主带到了床边。男主这时候还迷迷糊糊的在找信物呢，酒劲一上头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个主意，一下子变得力大无穷，居然把君王摁在床上，嘴里还嘟囔着把你扒光了，肯定就能找到了吧？嘿嘿，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这场景那真是又尴尬又好笑呀。房间里的气氛那叫一个微妙，热气腾腾的。君王本来想着守株待兔，抓男主个现行，可没想到男主醉成这样，一点尺度都没有，就在自己身上来回摆弄。旁边还有个婢女在那儿记录着呢。君王又好气又好笑，一边叫着男主的名字，想让他清醒清醒，可男主哪听得进去呀？折腾了一会儿，估计是酒劲到顶了，直接昏睡了过去。君王这才松了口气，长叹一声，心里想着可算是消停了，这小子真是让人不省心呀。婢女明争在旁边也挺不好意思的，赶忙替男主解释说，陛下，我们少爷平日里可不这样的呀，这酒后失态了，还望您海涵呀。君王摆了摆手，把男主安顿好之后就准备走了，走之前还说朕准他1天假，等他酒醒了让他来见朕。这下可好，男主想逃也逃不掉了呀。那信物没还成不说，还被君王把发簪插在了头上呢。等男主醒来之后，明真把昨天的事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。男主听完，想死的心都有了，心里想着这可咋整呀？一次还能说是意外，这都2次了，还能叫意外吗？没办法，收拾了一下之后，男主硬着头皮去见君王。见到君王还是那句话，陛下，希望您能和臣保持距离呀。您这不是玩弄我吗？还想着保持距离呢。君王听了，挑了挑眉毛，说，要不这样吧，人嘛，对未知的事儿总是充满好奇心的。你要是放手一搏，让朕尝一尝，说不定朕尝过之后就放手了呢。男主一听，心里那叫一个纠结呀，想着要是陛下真能放手，那自己牺牲一下也不是不行呀。于是咬咬牙说，若陛下真的能放手，那臣甘愿献身。君王一听，心里暗喜，走上前托起男主那精致的下巴，慢慢靠近他，闻着他头发的香气，两人鼻尖碰在一起，温度蹭蹭往上升。男主紧张地闭上了眼，肢体上虽然有点抗拒，可也不敢太用力啊。结果等他睁眼一看，啥事儿也没发生。原来呀，自己这抗拒的样子可不是君王想要的呢。君王哼了一声，说，你去工部报道吧，那治水方案不是你出的吗？那边正需要你呢。男主听完，心里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到了工部之后，也是心神不定的。明明离开了君王身边，算是达成了自己之前的心愿了，可心里就是开心不起来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这边呢，太后听说君王好像有点隐疾，就琢磨着让于姑娘去伺候君王，想着说不定能趁机让于姑娘抓住君王的心呢。可太后也挺头疼的呀，因为君王最近身边防得跟铁桶似的，她想插手也插不进去啊。不过这于姑娘倒是个聪明人，跟太后说她心里有数，知道有人能治君王这病呢。说完，于姑娘就去找男主了。男主在屋里瞧见门外有人来，还以为是君王呢，心里那叫一个激动。等看清是于姑娘的时候，那失落的表情别提多明显了。于姑娘拜托男主去治治君王的心病，可男主心里想着自己现在已经是工部的人了，就推脱说自己无能为力啊。这时候工部的人在旁边解释说，他呀哪能是我们这儿的人呀，陛下只是把他借给工部用一阵子罢了，还特地交代了等办完事儿得让他回去呢，他可依旧是陛下身边的大红人呀。男主一听，心里居然莫名有点高兴，自己也挺纳闷的，为啥会高兴呢？也许是觉得自己没惹君王生气，以后的日子应该还过得去呗。于姑娘在旁边看着男主这反应，心里那叫一个满意，想着这下男主不想答应也得答应了呀。话说这男主呢，终究还是顺着了君王的心意，两人之间那暧昧的互动，可把旁人给看的呀，眼泪都差点从嘴角流出来了呢。那场面要多抓心有多抓心，君王那心里别提多美了，抱着男主还一脸得意的说，是你主动递来这机会的，那这可不能不好好把握呀。男主呢，虽说心里对君王也是有几分情意的，可到底还是脸皮薄，在清醒的时候呀，就显得格外敏感，指尖不自觉地在表皮层之间来回摩挲着，那紧张又羞涩的小模样，别提多招人稀罕了。这时候，耳边传来些声响，男主心里一慌，君王赶忙温柔地安慰他，别怕呀，都交给朕就好了。男主听了这话，心里挺意外的，没想到君王面对自己竟是这般欢喜，还小心翼翼的，仿佛自己是什么稀世珍宝似的。紧接着，君王轻轻地将男主的秀发解了下来，那柔顺的发丝就这么散落在男主肩头，在君王眼中呀，此刻的男主就宛如天仙下凡一般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君王一脸沉醉，喃喃自语道，从前就心心念念想着能见你散发的样子，今儿个可算是瞧见了，真好呀。说着还凑近闻了闻，随后君王伸手轻轻拨弄着男主，
语气里满是宠溺。喂，以后你就乖乖待在朕身边吧，朕会给你大展身手的机会，朕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呢。要是旁人发现了咱俩这事儿，你就说是朕逼迫你的，那些骂名啊，统统都由朕来扛着。往后呀，就换你护着朕了，好不好呀？男主这会儿心里头那叫一个纠结，可看着君王那炽热的眼神，想着自己好像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心一横，就想着干脆放肆这一回吧，全当是满足君王的一个小小愿望了。况且呀，要是君王这心里头的隐疾是因为情而起的，那自己这么做，说不定还能让他这心病给自愈了呢。这么想着，也算是没辜负皇恩了吧。可等一觉醒来呀，男主心里又开始犯嘀咕了，暗自思忖着，我到底是何德何能呀，能让陛下这般喜欢呢？而且为啥偏偏是我呀？越想越觉得心里头不踏实。打那之后，他便回到家中的祠堂，开始自省起来，还自行领罚了整整3天呢。在祠堂里呀，男主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爷爷曾经的教导，还有母亲平日里的叮嘱。打小儿他就接受着这样正统的教育，爷爷总是希望他别钻牛角尖，也别太自责，还说宋家永远都会站在他身后，做他最坚实的依靠呢。君王得知男主这自罚的事儿后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心里想着，哎，这傻小子何苦这么为难自己啊？心疼之余，赶忙来到男主跟前，单膝下跪，伸手轻轻揉着男主的膝盖，满是关切地说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非要这般自苦呀？男主端坐在椅子上，一脸平静地看着君王，缓缓开口，咱从现在起别再执着了，放手吧。君王一听，急得一把抓住男主肩膀，声音都带着颤，你知道自己说的啥不？男主垂下眼睛，轻声回，臣明白，实在没法接受和陛下您的关系变得这么拧巴。他脑子里乱糟糟的，想着一边享受着外人夸自己清正，一边又和君王有说不清的暧昧，心里喜欢却又一个劲回避，这份纠结快把自己缠成死结，再面对君王也没法做到心如止水了。男主苦着脸接着说，盼着君王说话算话，别因为自己遭人非议。说完就低着头，不敢看君王的脸。君王侧过身，长发挡住了脸上的落寞，一步步走到男主跟前，空气里都弥漫着压抑。好半天，君王才憋出个所以，尾音里全是无奈和不甘心，接着又带着酸涩小声嘟囔，怀疑男主之前和自己亲近，就是想甩开包袱。那发颤的声音，像是又盼着男主否认，又怕听到扎心的实话。男主的手搭在桌边，对君王说，臣不适合再留御前。他垂着头，不敢看君王，又道，臣心不正，不适合为官。声音低落，男主接着说，您别给臣挑好地方，穷乡僻壤就行，哪怕回不来京城，臣也听安排。说完跪地，额头贴地，望陛下恩准。君王盯着男主，手捏紧，半晌才问，若朕不恩准呢？男主起身，苦笑着，臣猜从中探花起，您就对臣不同。可臣到御前才数月，您喜欢臣，不过是一时看脸冲动。君王急了，迈一步，若朕说不是呢？君王望着男主，眼中满是疼惜与不舍，刚要开口，男主却先避开他搭在肩头的手，苦笑道，前世今生不过是画本里的怪力乱神，小孩子才会信，臣不是孩子，没法骗自己。臣想糊涂一回不去琢磨，可实在做不到自欺欺人。眼下没事，难保以后不出事。陛下为臣做了太多破格的事，到时候全是臣蛊惑君王的证据。男主直视君王，每一字都似重锤。臣凭本事正的，会被说来路不正；陛下的功绩也会被嚼舌根说成宠臣。臣不敢冒险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君王身子晃了晃，眸中泛起水光，张了张嘴，却半天没出声。过往的炽热与期许，在男主的冷静剖析里，好似要被碾得稀碎。君王望着男主说，卿现身，朕不让你空手归，持朕守信，做钦差巡视地方吧。宋时威，朕有骄傲，你不愿，朕不强求。男主跪坐，肩头微颤，望着君王背影，张了张嘴没出声。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暂时告一段落了，哪知道呀，这往后的故事更是精彩的很呢。男主心里其实一直都被君王的身份给困扰着，而君王这边呢，为了能和男主毫无顾忌的在一起，居然和太后去协商，打算把江山让给孟阳王的嫡次子呢。太后一听，那肯定是极力劝阻呀。可君王心意已决，任谁劝都不好使，把后事都交代清楚了之后，就准备放手一搏，去追回男主了。时间来到隆瑞5年5月，男主身为水部郎，受命去治理水患，那干起活来也是相当卖力啊。到了7月的时候，江左县的水患就被成功解决了，而且呀，邻近的郡县也试着推行了新的治水方案，效果那叫一个显著，全程都没出啥纰漏呢。9月，男主回京述职，在那些日子里呀，每到夜晚，男主只要一入梦，就能梦到和君王前世相处的点点滴滴，那些记忆就跟刻在脑子里似的，越来越清晰了。这一来二去的，
男主心里好像也渐渐有了决定。一回了家，男主就赶忙向明征打听君王的情况。这一打听可不得了，原来呀，自从自己走了之后，君王的身体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虽说御医之前还说将养一阵子就能恢复元气，可这君王呢，天天借酒消愁，酒杯就没离过手。哪怕身边来了新一届的探花郎，那也是瞧都不瞧一眼。心里头最惦记、最想念的人呀，依旧是男主呢。隔三差五的就差人到府里来问问男主的情况。男主得知这些后，那心里别提多心疼了，想着陛下这身体变差，都是因为我呀，又是为我奔波劳累，积劳成疾，又是因我郁结于心，才借酒浇愁的呀。越想越揪心，当下就快马加鞭的赶到君王跟前报道了。到了那儿一看，好家伙，君王果然还在那一杯接一杯的喝酒呢。那演技，估计奥斯卡影帝来了都得甘拜下风呀。男主赶忙上前相劝，让君王少喝点酒。本以为君王会像从前那样质问自己有啥立场来管这事儿呢，结果呀，这次君王啥也没说，乖乖的就听从了男主的话，可把男主给惊到了。等男主退下之后呀，只见一坛又一坛的酒又往屋里送。男主这一看不忍心了呀，又折返回来劝阻，说陛下方才都答应过臣不贪杯了，怎么这会儿？君王呢也不说话，就跟个高手似的，在那儿装深沉，欲擒故纵了。男主还以为自己坏了规矩，赶忙说：“是臣不好，臣这就走。”说着转身就要走，结果刚一转身，君王立马就放下酒杯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紧紧抱住了男主，那架势就跟生怕男主跑了似的。这君王呀，抱着男主就舍不得撒手了，心里想着，这一刻真希望时间就停在这儿呀，就这么静静地感受着他的体温，嗅着他的香气，真好呀。嘴里还念叨着那些深情的情话，曾经正想着要征服这全世界呢，可到最后回首一看呀，才发现这世间的点点滴滴全都是你呀，你就是朕今生渡不过的劫啊！只要多看你一眼，朕这心就软得一塌糊涂，拥抱一下，朕整个人就沦陷了，你知道吗？宋诗薇呀，你当真释怀了吗？喜欢你呀，其实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儿，剩下的时光，朕就想这么陪着你，哪怕沧海桑田，从前的那些事儿，朕可都分毫没忘呢。这世上呀，没人能替代你，朕身边的那个探花郎，自始至终就只有你一个人呐。男主刚想开口说点啥，君王直接就伸手捂住了他的嘴，轻声说：“嘘，别说了，多说一句啊，朕怕就成了遗憾了，怕惊扰了此刻这美好的氛围，朕就想这么抱抱你就够了。”男主听了这话，心里头那万千思绪也都消散了，就静静地依偎在君王怀里，感受着君王的气息、气味，还有那温暖的温度，不知不觉间就放下了心里所有的顾虑，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君王对他的好，也不再有任何的抵抗了。就这样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两人之间的爱意也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升温。男主回想起这1年半载以来，本以为时间会让自己对君王的感情变淡，可没想到呀，不仅没淡，反而越发渴望能和君王在一起了。哪怕只是稍微有点亲密接触，心里那小鹿就跟疯了似的乱撞，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根本抑制不住呀。看着君王熟睡的脸庞，男主心里暗暗下了决心。等男主前脚刚走，君王就瞬间睁开了眼，心里想着：哎呀，我这演技可真是绝了呀，就是可惜了，也不知道这铁石心肠的家伙啥时候才能彻底对我敞开心扉呀。殊不知呀，男主这会儿心意已决，正准备干一件大事呢。只见他把大夫都请来了，还让人拿了藤条。妹妹在一旁看着，那是满脸的疑惑呀，心里琢磨着，哥哥这是要干啥呀？又是大夫又是藤条的，看样子是有啥不得了的大事要发生了呀。男主吩咐道：你们先在外头候着，等我叫你们了，你们再进来呀。再往后呀，男主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干脆直接就向爷爷坦白了一切。爷爷那可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呀，听了男主的话，倒是挺淡定的，安慰男主说：孙儿呀，这不过就是区区小事罢了，你不用想得太多呀。你母亲他们也从没说过你非得要成家立业啥的，你可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。你身为宋家的子弟，已经足够优秀了。不过呢，爷爷也得跟你说实话，你要是选了这条路呀，往后的日子可不会太轻松，会有不少坎坷的。说不定哪天呀，你还会面临色衰爱弛，被人在背后诋毁了。这些你都准备好接受了吗？男主听了爷爷的话，心里挺感动的，也很坚定地说：孙儿既然已经决定要跨出这一步了，那自然是已经想好了一切后果的。爷爷您放心吧，不管咋样，就像您说的，宋家永远都会站在我身后支持我的。我这就放手一搏去，得把我的心意告诉陛下呀。说干就干，男主怀着那激动、紧张、喜悦又恐慌的复杂心情，来到宫内求见君王。男主恭恭敬敬地说：臣求见陛下，有要事禀告呀。君王这会儿还挺悠闲的，一听这话就说：哦，那便传上来说吧。嘿，这可真是一语双关呀。男主心里明白，表白的时刻到了，于是
男主鼓起勇气说道：“臣今日想毛遂自荐呀，敢问陛下，从前您说的那些话，如今可还作数吗？”君王一听，有点懵了，疑惑地问：“从前的什么话呀？”男主赶忙解释说：“就是您说的，还需要一个心意相通的臣子，与您一同开创盛世的那些话呀。陛下，您觉得臣咋样呀？臣虽说现在只是个侍郎，可只要陛下您愿意给机会，臣相信凭借自己的本事，总有一天也能为您撑起一片天的呀。啥事儿臣都能干，好歹臣也是能当得上探花郎之位的人呀，那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才得来的呢。臣斗胆自荐，陛下您看如何呀？”君王听了这话，那是又惊又喜啊，心里想着这小子终于开窍了呀。不过还是试探性的问男主：“朕的身边来来去去的臣子可多了去了，为啥非得是你呢？”男主红着脸认真的回答：“是臣先招惹您的呀，臣自然得负责。先前是臣不懂事，就这么错过了这么多年，臣心里挺后悔的，所以现在想抓住这机会呢。”君王听了，激动的握紧了拳头，男主呢也紧张的不行，心里还在犯嘀咕，不知道君王还让不让自己负责呢。为了不让自己失望太大，君王又接着问：“宋时威呀，你就不在乎宋家的名声了吗？”男主赶忙回道：“即便如此，臣更怕陛下您被声名所累呀。臣是真心想陪在您身边的。”这一番真情流露呀，让男主都有点羞涩了。不过这可都是他的心里话呀。君王听了，那是感动的不行，当下就大声说：“朕恩准了。”说着，一把就抱住了心心念念的男主，还表露着自己的心声：“宋时威呀，你要是不在朕身边，朕这心里呀，可比身上背负污点难受千倍万倍呢。而且朕向你保证，朕这辈子都不会厌烦你的，你就尽你所能，陪着朕就好了。”这两人正浓情蜜意着呢，周围环境又挺幽静的，附近也没旁人。君王一时情动，就伸手把男主的衣服给扒了下来，还借着船身微微荡漾的劲儿，倒是省了些气力呢。嘿，那之后呀，这两人可算是彻底放开了。君王成功把男主给攻略下来之后，就开始没日没夜的腻歪在一起，嬉戏玩闹个不停。那折腾劲儿呀，旁人看着都得直呼腰子疼呢。打从君王彻底拿下男主后，这两人那相处模式简直就是如胶似漆呀，日日夜夜都黏在一起，各种亲密互动，可把男主给折腾得够呛。不过呀，哪怕都这样了，男主还是一如既往的猛敢的。有一回，君王笑着问男主：“宋时威呀，朕这么对你，你还生气不呀？”男主撇撇嘴说：“不气了，要是连这都生气，那估计前世加今生，我都不知道得气多少回了呢。”君王又打趣道：“前世是你主动要陪我轮回一世的，对吧？你本来可以回你的天上去的呀，你说你是不是早就喜欢我了呀？”男主一下子被问得语塞了，心里想着：好家伙，这什么时候大义都成了哄我开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了呀？男主心里虽然觉得不妥，想着一个君王要是光想着儿女情长，对臣子做出这些违背常理的事儿，那还怎么对江山负起责任呢？可眼下呀，美人在怀，君王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呀？满心满眼就想着能和男主日日夜夜享受这甜蜜时光，什么江山社稷，这会儿都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就盼着能春香无限呢。男主劝了几次，见君王根本不听，也没办法了，只好由着他去，宠着他，任由他摆布了。这时候，君王又凑过来，一脸坏笑地问：“所以呀，你前世就很喜欢我了，对吧？”男主无奈地回答：“是，我对天上的人说过，等你100年之后，我会去镇守一方水域，依旧可以辅佐你的。”君王一听，眼睛都亮了，满脸期待地问：“那咱再来一次呗，好不好呀？”正说着呢，侍从突然前来禀告：“陛下，该上朝了呀！”男主一听，赶忙睁开眼，挣扎着就要起身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扶我起来，我要上朝。”君王哪肯呀，心里想着：哼，上什么朝呀？朕今儿个就想任性一回，让那些朝臣们都知道，朕也是有脾气的，朕就想和你再多待一会儿呢。于是，君王一把搂住男主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今儿个就不上朝了，朕要试试，但是宋时威在，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滋味呢。咱们呀，就接着好好休息吧。”打那之后呀，这两人就过上了那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了，可真是让人又羡慕又嫉妒呢。